今天我们来聊聊坐飞机时那些隐藏的免费好康。许多乘客花了好几万块买机票，却往往只敢乖乖坐着忍耐，连向空服员多要一杯水都不好意思。结果呢，机票钱白白浪费了一大半。其实在3万英尺高空的机舱里，暗藏着各种已包含在票价内的免费服务和物品，不知道就亏大了。身为一位拥有15年经验的资深座舱长，我今天就要大方揭秘，飞机上有哪4样东西是可以放心免费享用，甚至带下飞机的。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一解锁这些机上隐藏福利吧。首先登场的是免费的无限量点心和饮料。很多人以为空服员推餐车过来发饮料时，只能领取1小杯，喝完就结束，不能续杯。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无论是果汁、汽水、咖啡还是茶水，只要你开口要求，在机上都可以免费续杯，而且没有上限，想喝一整罐汽水没问题。礼貌的请空服员给您未开封的铝罐，他们通常很乐意提供。如果发现只剩下半杯了，也别害羞，按下服务铃请求再来一杯就行。相信我，空服员绝对不会觉得你贪心，反而会庆幸你没让自己渴着肚子难受。除了饮料，机上的零食点心和餐食你也千万别客气。全服务的航空公司通常会多准备一些餐点，以防有人没吃或餐食不足。如果你特别饿，或觉得餐点好吃想再来一份，只要在乘客用餐结束后，礼貌询问空服员还有没有剩余的餐可以加点，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如愿以偿。我就曾遇过乘客很喜欢当餐提供的芥蓝牛肉炒饭，鼓起勇气多要了一份，结果真的又美美吃了一顿。航空公司其实乐见乘客索取剩余餐点，因为那些没发完的餐抵达目的地后也只能当废物丢掉，还不如让乘客吃饱饱，不浪费食物。至于小零食就更不用客气了，有些航班在正餐之外还备有花生、饼干、巧克力棒等小点心。如果你嘴馋或飞行时间很长，肚子又饿，随时可以向空服员索取。一位同行的空姐曾笑说，她遇过的高手旅客连飞机餐配的烤马铃薯、红糖馒头都打包带走当宵夜呢。这样爱惜粮食、懂得善用资源的乘客，空服员反而觉得很可爱。还有，如果你怕下机转机或赶路没时间买水喝，可以在降落前礼貌请空服员多给一瓶小矿泉水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只要是不会造成浪费或影响安全的请求，空服员通常都会尽量满足你。顺带一提，国际长途航班上酒水通常也是免费的哦。啤酒、红酒，有些航班随叫随有，甚至某些外国航空公司的经济舱还会提供香槟或招牌调酒，想要微醺助眠，尽管向空服员要一杯就是了。总之，机票钱其实涵盖了吃喝的服务，你有权利享用到爽为止，千万别因为不好意思开口而错失这项让旅程更愉快的福利。解锁完吃喝，接下来登场的是机上免费提供的各种舒适用品。长途飞行中，机舱就是你的临时旅馆，该有的便利用品一样都不少。首先是耳机，大部分航空公司在长程航班的经济舱都会发放一次性使用的耳塞式耳机，它们通常密封在塑胶袋里，新品发给你，让你欣赏机上娱乐节目。很多乘客以为下机时耳机要回收归还，但其实这类经济舱的小耳机成本低廉，拆封后航空公司不会重复使用，也就是说它根本就是送给你的小礼物。有的航班空姐在发耳机时甚至会直接叮咛，耳机请您带走，留作纪念。我曾搭乘某次海航班机，耳机包装上就印着欢迎带走的字样，所以放心收进包包吧，不拿白不拿。而且这种耳机通常附有一个1转2的转接头，机舱座椅的耳机插孔常是2孔式的，必须接上转接头才能用。如果你保留这个转接头，下机后把它拔下来，耳机就可以插在你自己的手机或电脑上继续用。虽然机上送的耳机音质比不上昂贵的降噪耳机，但用来应急或备用完全够用，等于省下买耳机的钱，一举两得。再来是毛毯、枕头和眼罩、拖鞋、盥洗包等舒适配备。很多人在机上又冷又困却强撑着，不知道其实向空服员要一条毛毯是完全免费的。长程航班经济舱座位
通常都会放好干净包装的毛毯和小枕头。即使短程航班没有预先提供，但如果空调太冷，你需要毛毯，也尽管提出需求，空服员会想办法帮你找。有人担心毛毯会不会另外收费，其实所有提供给乘客保暖的毯子、枕头本来就是免费的，拿了也不会临时加钱。这些毛毯枕头都是航后会集中清洗消毒再利用的，可不是一次性的破弃品，所以记得用完留在座位上就好，不要动歪脑筋想偷偷塞进行李带走，一般情况下这可不被允许哦。毕竟每位乘客都有权使用毛毯，下班带走一条，下趟航班别的乘客可能就少一条盖，这样就不厚道了。而有些航空公司提供的是一次性薄毯或简易毯子，如果你拿不准能不能带走，不妨在下机前问问空服员，如果真的很喜欢那条毯子，礼貌询问，这毯子可以留作纪念吗？说不定空服员会大方地说，可以的，送给您呢。另外，某些航空公司也有提供乘客可以带走的舒适组合，例如拖鞋、眼罩、耳塞、牙刷、牙膏等。有些是在经济舱长途夜航时主动发放的小旅行包，里头装着牙刷组、袜子、眼罩之类。有些则主要给商务舱以上旅客的高级盥洗包，里面可能有名牌护手霜、小瓶香水等。但不管经济舱还是商务舱，只要发到你手上的这种个人用品包都是你的啦。下飞机时务必记得带走。航空公司甚至会在盥洗包的袋子上印上欢迎带下机重复使用的字样，所以别傻傻的用完就塞座椅口袋忘了拿，那等于放着现成福利不拿走，太可惜。顺带说，一个冷门却相当实用的小物，呕吐袋、晕机袋，每个座椅背后口袋里都插着一个备用呕吐袋，通常大家没事不会用到它，但是你知道吗？这种袋子其实材质不错，内面防水，不论装垃圾还是临时收纳杂物都很好用。如果你有需要，完全可以把座位口袋里的清洁袋拿回家，甚至跟空服员再多要几个都行，反正用不完的呕吐袋最后也是要更换的，你拿走几个并不影响后续安全。小小呕吐袋，居家旅行还挺派得上用场，算是一项被忽略的隐藏好物呢。说完吃喝和基本用品，我们再来看看空中急救箱里的免费物资。人在高空飞行时，难免身体有不适状况，有些乘客可能起飞前匆忙，忘了自备常用药，或者因为安检规定，某些药品、液体不能携带上机。那在机上突发头痛怎么办？腹胀、胃痛顶不住怎么办？其实只要你按服务铃告知空服员你的不适，他们通常都能立刻提供相应的药物或用品。大多数航空公司都备有一套基本医药箱，里头常见的有止痛药、鲁普拿疼、肠胃药、晕机药、退烧药、绷带、创可贴、绷、酒精、棉片、冰袋等等。有些还配有血压计、氧气瓶，甚至携带式除颤器，以防严重状况发生。空服员上岗前都受过专业急救培训，对一般药品使用和简单救护处置都很内行。所以当你在飞机上身体不舒服时，千万别硬撑，尽早告知乘务员求助，免费的药品和协助马上就到。我亲眼见过有位头痛欲裂的阿嬷，起初不好意思麻烦空服员，自己撑得满头大汗，结果邻座提醒他可以要颗止痛药，他半信半疑按了服务铃。空服员赶来了解情况后，立刻取来止痛药和温水给阿嬷服下，还贴心的拿来热毛巾帮他敷额头。不到半小时，阿嬷的偏头痛明显缓解了。落地时，他感动地直握着空服员的手说谢谢。原来一路上他都带着药，却没敢拿出来，因为搞不清能不能自己用。没想到空服员直接给了药，还细心照料，让他度过难熬的几个小时。这位阿嬷后来逢人就说，飞机上的空中药局真管用，可见机组备药就是为乘客服务的。遇上状况千万别忍耐，有病痛就开口，治好了病你才能舒舒服服完成旅程嘛。另外，女性乘客的贴心福音，许多航班的医疗备品中还包含女性生理用品，例如经喜来临的卫生棉、卫生棉条等，空服员通常也备有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如果女士们在高空中突然遇到生理期来袭，不用不好意思跟空服员小声说明情况，他们会想办法提供卫生用品，帮你度过窘境。同理，带婴儿的家长要是临时尿布不够用，也可以询问空服员，
很多大型航空公司在长途航班上会预备少量婴儿、纸尿裤、奶粉、小毛毯等，以防宝宝有突发需求。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只要你提出需要就好。甚至乘客如果在机上突发较严重的疾病，例如心脏不适、过敏休克等，空服员会第一时间寻求机上有无医生协助，同时启动应急预案，必要时航班还可能就近迫降送医。这些应变措施当然都不会收你额外费用。乘客的安全健康永远是飞行首要考量，所以请记住，机舱其实就是一间小型的空中医护站，按下服务铃求助，从不丢脸。该拿的药就拿，该用的急救设备就用，你的机票早已替你买单了。最后要说的第4样，是很多当爸妈乘客的福音。飞机上的儿童惊喜礼，带小孩搭飞机，对不少家长来说简直是一场硬仗。熊孩子一闹，全机乘客头大。然你可能不知道，多数航空公司其实准备了免费的小游戏或礼物来安抚小乘客们，只是空服员不会在家长不提时贸然给予，免得被误解为多管闲事。如果你正带着孩子旅行，不妨主动问问空服员，是不是有给小朋友的涂色本或玩具呢？很多时候你会看到空服员露出会心一笑，随即从后舱拿出儿童礼包来，常见的有儿童涂色书和蜡笔、小拼图、贴纸本、纸牌游戏，甚至有的航空公司会送出印有自家 logo 的毛绒玩偶、钥匙圈等小纪念品。孩子一拿到新奇的玩意儿，注意力被转移，自然就不吵不闹了。空服员们都很乐意帮忙哄娃，因为小天使安静了，全机人都轻松。除了玩具，有些航空公司还会送儿童翼徽章、小小飞行员胸章，这通常是一枚可爱的金色小翅膀造型别针，象征小朋友成为名誉副机长。只要开口索取，空服员多半都乐于给孩子别上一枚，让他们兴奋不已。好奇的孩子如果对飞机操作有兴趣，空服员还可能送他一张儿童航班日志，让他记录每次搭乘的航班号和飞行里程，培养小小航空迷。更棒的是，在飞行结束，乘客下机时，有些航班允许小朋友进驾驶舱门口探头参观一下。如果时间允许，你可以带孩子问问机长能否合影留念。通常机长们也很乐意与未来的小飞行员们拍照的。这些对孩子来说都是难忘的免费体验和礼物。有一次，我服务一对年轻夫妇，带2个孩子回台湾探亲，7、8个小时航程，孩子坐不住，开始烦躁。我主动送上华航特制的儿童游戏包，里面有拼图和着色册，还额外给了2枚可爱的华航小熊吊饰。2个小家伙立刻安静下来，玩得开心，家长感激不已。下机时，哥哥挥舞着小翅膀徽章，开心地对我说，以后我也想开飞机。看着小乘客们展露笑容，就是我们空服员最大的安慰。所以千万记住，带娃上机别发愁，大胆礼貌地向空服员索取儿童礼物，既让孩子有得玩，又让自己耳根清净，一举两得。讲了这么多，可能有些朋友会问，真的可以这样索取吗？空服员心里不会不爽吗？其实以上提到的这些免费服务和物品，都是你的机票应得的权益。航空公司早就把成本算进票价里了，不用白不用，您不开口，损失的可是您自己。当然，前提是礼貌询问，适度索取。只要态度客气有礼，空服员都会尽全力满足乘客的合理需求。我们每天飞来飞去，见多了各种乘客，从商务舱的精英到经济舱的首飞旅客，每个人我们都服务周到。但说实在的，我最怕看到的就是那种花了大钱却全程闷不吭声，可着肚子受冻也不好意思开口的乘客。您不说，我怎么知道您需要呢？结果飞完一趟下了飞机，您可能怨自己又饿又累，没休息好，这旅程真糟糕。其实只差一句话，我们就能帮您解决问题，让您的飞行体验大大升级。所以千万别再羞于启齿，记住那些你花钱买到却没拿的东西，下次搭机时尽管提出要求。当然，话说回来，也不要贪心过头哦。免费的东西虽好，可也别真把整架飞机的物资都往自己包里扫。像救生衣、安全须知卡这类关键安全设备就千万不能乱动，更别提带下飞机了。这不但违法，还关系其他乘客安危。
机上可带走的物品有一定范围，例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一次性耳机、封包点心、盥洗用品、儿童玩具、杂志等都 OK， 但毛毯枕头、大家伙的耳罩式耳机、可重复使用的餐具等等就不是你的囊中物了。拿不准时就问一声，空服员会告诉你什么可以带走，什么该留下。总之，文明搭机，合理索取，双方都开心。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飞机上这4大免费秘宝，下次搭飞机可别再白白浪费机票钱咯。从无限续杯的饮料餐点，到贴心实用的舒适备品，从空中药箱的急救资源，到让孩子开心的惊喜礼物，这些通通都是属于你的隐藏福利。善加利用，不仅让旅途更愉快，也等于帮自己的荷包省下一笔呢。想想看，一副耳机，一套盥洗包，几份点心饮料，加上孩子的纪念品，合起来价值可能好几百块。可航空公司都已经替你埋单了，只等你开口来拿。以后搭机时大方一点，精明一点，该喝的喝，该拿的拿，该问的问，别不好意思当个精打细算的乘客。真正会享受的人才懂得把每分机票钱都花在刀口上。如今这些空服员不会主动说的秘密你都了解了，还怕什么亏待自己呢？希望你能把今天学到的技巧分享给身边常搭机的亲友，让大家一起成为聪明又懂得享受权益的旅客。祝你下次旅行一路顺心愉快，满载而归。记住咯，天空高远，免费好康就在你伸手可得之处，别再错过啦。飞行旅程从此将会是既省钱又开心的新体验。欢迎来到聪明旅客的行列，我们下次空中再见。